由今年開始，法國成為國際新聞嘅頭條。法國公布佢哋最新嘅退休金改革咧，引發國內超過100萬人嘅憤怒抗議。法國係世界上面最大嘅經濟體之一，目前咧係排名第7位。呢個國家嘅稅制都好特別，佢哋嘅個人所得稅高達45%，即係對打工仔嚟講，法國係全球稅收負擔最重嘅國家之一。但係法國嘅公司稅率咧就係屬於呢個中低稅國家之一，淨得25%。所以打工仔同埋做生意嘅人咧喺法國嘅稅率嘅相距咧係非常之大。呢個國家嘅債務比率咧亦都係極高。Debt to GDP ratio 咧係高達111%，喺歐盟裡面排行第5高。即係話，當法國每製造100個 LV 手袋咧，就等於佢就爭咗111個 LV 手袋價值嘅債。哇！佢真係爭人好多錢嚇。而今年咧，法國嘅3月失業率咧就去到6.9%，亦都高於歐盟嘅平均值6%。咁點解咁多法國人咁嬲呢？原因就係呢個啦，就係 Pension Reform Bill。馬克龍政府咧今年年初就提出要將法國嘅退休年齡咧由法定嘅62歲提高去到64歲，而且亦都堅決推行一系列嘅退休金改革計劃。咁其實我哋香港嘅退休年齡都65歲啦，其實點解佢哋會咁嬲咁唔開心呢？睇翻呢個法國嘅改革，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全球人口老化問題嘅一個縮影。你可能仲未知道，全球性嘅退休改革咧已經逐步開始緊，更加多嘅國家咧已經爭相將呢個退休問題咧進行一個大嘅改革，所以呢個退休問題咧其實係同你同埋我咧都係有重大嘅關係嘅。今集嘅內容咧會同你哋一齊睇一睇呢個法國嘅經濟同埋佢嘅退休福利制度。另外我都會同你哋睇一睇呢個全球化嘅退休改革係咩回事。最後都會同你哋睇一睇投資法國我哋有啲咩留意咧。好，喺我開始之前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同埋個 long 訂閱啦。法國作為最古老同埋最大嘅經濟體之一，佢哋一早咧就啟動咗呢個工業革命啦。無論由汽車、航空、太空業，去到時尚奢侈品，以至去到食物、貴價酒，仲有能源同埋核能，喺多種嘅產業上面，法國嘅發展咧都係非常之成熟，為法國嘅經濟帶來一個好高嘅競爭力同埋增長潛力。法國人亦都好成功咁樣喺全世界經營佢哋呢個商業嘅王國。喺 Fortune 世界500強嘅企業裏面，有31間咧都係法國嘅公司。恒久以嚟，法國依賴呢啲巨企啊，為成個國家帶嚟一啲可觀嘅收入。個國家有錢咗啦，當然令到法國亦都成為最佳福利國之一。無論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養老金、家庭津貼等等咁多種完善嘅補貼咧，法國都有齊晒。法國人做到62歲咧就可以退休享受福利噶啦。不過疫情之後，受到疫情嘅經濟打擊同埋嚴重嘅通脹之下，同世界好多嘅國家一樣，隨住呢個利率上升，根本嘅經濟問題咧就開始浮現，亦都擾亂咗法國啦。雖然法國嘅經濟發展成熟，但係亦都面臨住咧一啲結構性嘅營商問題啦。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呢個僵化咗嘅商業同埋勞動力嘅法規。法國成立一間公司，佢嘅程序係非常之繁瑣，創業嘅難度咧比其他國家大。但係咧對於打工仔咧就有一個好全面嘅保障嘅喎，保險啊、年假，就算呢個打工仔俾人炒咗咧，佢都有賠償嘅，所以可以叫做打工仔嘅天堂。而其中佢最出名嘅福利咧，當然就係最短工時嘅限制啦。無論喺香港啊，定係韓國嘅打工仔咧，都非常之羨慕嘅，因為法國人咧，佢哋每個星期工作咧唔會超過35個鐘，所以有啲人咧成日喺度講笑啊，啲法國人咧3、4點就放工噶啦，就湧晒去飲咖啡啊、飲酒咁樣咯。呢啲咁好嘅勞動法規啊，雖然保障到工人，但係咧亦都令到咧好多公司咧唔敢隨便去請人，因為咧炒人嘅成本好高，即係咧易請難送啊！如果嗰個人咧做得唔好，公司要炒咗佢咧，損失好大，所以成個企業嘅營運成本好高，咁樣亦都抑制咗創業同埋投資活動。所以對一啲工作經驗唔多嘅年輕人啊，無論係佢創業又好，揾工都好，都係非常之難。而根據 OECD 嘅數據，呢個退休金領取者嘅貧窮風險率，法國係好過大部分嘅歐洲同埋 OECD 國家。但係呢個咁好嘅福利制度咧，係非常之貴嘅。除咗
對呢個政府財政造成一個好大壓力之外咧，同時亦都對呢個公司同埋勞動力市場咧構成一個好大嘅負擔。咁呢個福利有幾好啊？講緊佢退休保障額咧係可以 cover 到咧一個法國老人家喺佢退休之前嗰個收入裏面咧高達74%。但係根據呢個法國政府就指出啦，因為人嘅壽命延長咗啦，令到成個退休保障咧係處於越嚟越唔穩定嘅狀態。喺2000年嘅時候咧，每一個退休人士咧就有2.1個喺度工作緊，即係勞動人口啦，去支持佢嘅福利。但係根據官方嘅數字啦，就指出去到2020年咧，呢個比率已經跌到去1.7個人啦。預計去到2070年咧，呢個數字仲會跌到去得返1.2個勞動人口啫。即係法國咧根本冇可能再係維持有咁好嘅福利，因為隨住嬰兒潮出世嗰代人啦，佢哋咧都已經退休或者咧都臨近退休啦。當更多呢個嬰兒潮出世嘅人退休嘅時候咧，即係話更多嘅人咧要去伸手攞福利啦。所以法國政府就話啦，我哋成個退休系統咧係維持唔到落去。如果冇做任何改革嘅話，預計去到2030年咧，成個養老金嘅預算啊嘅赤字已經係高達135億嘅歐元。咁法國喺全球嚟講，算係一個首屈一指嘅福利支出最高嘅國家。講緊喺佢嘅 GDP 裏面咧，有成34% 咧係用於照顧佢嘅人民啊，即係喺啲福利上面嘅。哇！真係邊一個官員咧可以批出咁多嘅福利？係韓國嘅2倍，而係 OECD 裏面咧排行第1位。另外，我都揾到一個咧係法國呢個國家獨有嘅問題，呢個問題咧亦都加重咗佢個退休金負擔。呢個獨有嘅法國體制咧就叫做 Civil Solidarity Contract， 另外一個名咧就叫 PACS。呢個係咩嚟咧？就係一種法律上面嘅合約，目的就係幫一啲冇結婚嘅伴侶啊，喺法律上面或者權益上面咧提供一啲保護。但係同已結咗婚嘅男女嘅情況唔同喎。PACS 嘅伴侶咧係冇權領取佢哋伴侶嘅養老金，而如果你冇早早立定呢個遺囑嘅話咧，PACS 嘅伴侶咧亦都唔可以繼承對方嘅遺產。咁唔可以繼承佢嘅遺產，又唔可以攞佢退休金喎。即係話咧，呢啲人如果退休咗，伴侶唔喺度嘅話咧，亦都會增加呢個公共福利嘅支出啦。不過都提一提啦，呢個 PACS 嘅伴侶咧喺法國嘅總人口嘅比例裏面咧，其實暫時仍然係低嘅。就2018年當時嘅數字嚟講啦，喺法國境內生活緊嘅1500名嘅夫婦裏面啊，其實咧係得8% 咧係 PACS 嘅啫。不過亦都見到呢個數字咧係每年都增加緊，似乎咧年輕人都 prefer 呢種唔使結婚嘅 relationship 啦。咁亦都代表咧未來嘅政府福利支出咧亦都有機會上升。咁事實上一個國家真係唔可以永遠係入不敷支噶嘛。所以喺咁強烈嘅經濟壓力之下，馬克龍政府咧就唯有提出一個大嘅改革，精髓咧就喺呢度啦。法國人要一齊付出更多，工作時間要更加長，以提高咧成個法國社會嘅 GDP。咁雖然好多法國人都唔滿意啊，但係咧最終呢個新嘅退休改革法案咧喺4月中度就已經通過咗啦。通過咗嘅成個改革法案咧嘅重點就喺度，第一就係咧退休年齡咧推遲咗2年，去到64歲。第二就係由2027年開始啦，呢啲打工仔咧必須要供款超過43年，而唔係42年嘅社會保障金咧，喺佢哋嘅退休嘅時候，佢哋先可以全額攞翻佢哋嘅養老金。第三，最窮嘅30% 嘅人口咧，佢哋嘅養老金咧將會增加去到2.5% 至5% 不等，而且亦都會保障咧呢啲最低收入嘅人士咧，佢哋嘅養老金會同呢個通貨膨脹掛鈎。另外，新嘅憲法咧亦都保障咗新嘅退休老人家咧，佢領取嘅退休金唔會低於最低工資嘅85%。而最重要咧就係呢點啦，今次成個嘅退休改革令到法國政府喺2030年咧係可以平衡呢個退休金嘅預算，避免赤字。咁呢個法國嘅退休改革咧，對我嚟講只不過係一個前奏嚟。其實成個嘅退休改革咧，正喺度全球化咁樣進行緊。其實幫呢一個退休金去融資啊，呢個問題其實唔係就係法國面對緊，好多咧其他嘅發達經濟體咧都係頭痛緊同一個問題。意大利咧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意大利嘅退休福利非常之好，講緊個平均嘅養老金咧係打工仔收入嘅成81%啫。而研究亦都顯示啦，意大利嘅退休金制度嘅可持續性
喺44個國家裏面咧排尾二，包尾咧就係奧地利。咁我都有睇一睇香港嘅，我哋香港嘅退休金系統嘅持續性嘅評分咧，大約就係中等啦，排名24。其實咧要解決呢個退休金融資嘅問題咧，方法咧真係有限嘅啫。咁當然啦，最直接咪就係增加呢個國家稅收啦，咁咪可以幫呢啲福利咧埋單咯。但係咧加稅咧只係會打擊呢個企業嘅經濟活動，對成個經濟增長咧係冇幫助。第二個方法就係將呢個工作嘅年數再拉長佢，提高翻成個國家嘅生產價值。除咗可以令到國家嘅 GDP 上升之外，仲可以幫翻政府咧慳幾年嘅福利支出。咁所以話咧，法國依次嘅 reform 我可以話其實係算係一個幾好嘅結果嘅，因為咧最主要係佢嘅出生率都算高。講緊出生率咧，法國係有1.8，但係你睇一睇我哋東亞，香港咧得0.8，韓國都係0.8，日本咧係1.3。咁所以其實咧，法國係擁有一個非常之健康嘅出生率，即係意味住咧佢幾乎可以維持到咧成個國家嘅人口數量，年輕嘅勞動力咧亦都會加入呢個市場。但係如果你話睇翻韓國日本、香港等等呢啲地方咧，政府真係要非常非常之快咧，你要諗翻啲方法咧，點樣去維持翻成個嘅福利制度啦。我依家住緊嘅韓國咧，你知唔知最近幾個月佢嘅熱門話題係咩咧？韓國總統竟然話要每個人每星期嘅工作時數上調去到69個鐘。呢個建議一出當然啦，成個韓國嘅 Gen Z 同埋千禧一代梗係強烈反對啦！有冇搞錯？做死我哋咩？咁大嘅反對咧，韓國政府係雖然修改咗一啲計劃嘅，但係咧實質嘅工時咧仍然係想推呢個69個鐘。咁即管睇一睇佢過唔過到憲法，會唔會真係通過啦？咁睇一睇其他國家，譬如德國佢哋自2012年咧都已經實施咗咧幾次嘅退休 reform 㗎啦。目標咧就係將佢哋嘅退休年齡逐步提高到去67歲。咁而英國咧亦都由2010年開始咧實施呢個延遲退休嘅計劃啦。暫時目標咧係延長去到66歲，但係佢哋亦都宣布咗有計劃咧喺將來咧會將呢個年齡再提高㗎啦。咁如果真係全個地球咁多個國家都推遲退休嘅話，對成個世界嘅影響又係咩咧？當然啦，喺經濟上面咧，政府嘅財政壓力咧係可以減輕好多，亦都可以延長咗成個社會嘅生產力啦，咁社會嘅福利制度可以更加實在啦，可以持續到啦。咁但係咧另一方面亦都會影響呢個就業嘅機會啦。推遲嗰個退休年齡，即係話咧年輕嘅一代咧，佢哋嘅就業機會咧會越嚟越少，因為咧老咗嘅人咧，就算好老，佢都仲係做緊喺公司度。咁好多譬如高層嗰啲位咧，都俾佢哋霸住咗。咁所以咧年輕一輩咧晉升嘅機會咧又會越嚟越低啦。咁好多人咧會擔心會唔會法國經濟唔好，全球經濟衰退，我係咪唔投資就好咧？其實呢個投資週期咧就有5種嘅，分別咧就係小草期啦、大牛期、YOLO 泡沫期、Party 散水期同埋一沉百踩期。我上次喺呢段影片咧有詳細介紹過，如果你想學下咧，可以入去望一望啦。咁喺呢個經濟週期唔好嘅時候，即係 Party 散水期同埋一沉百踩期啦，你可能更容易揾到機會咧，喺接近一啲股市嘅底部或者估值咁平嘅時候咧，買入一啲心儀嘅公司股票。趁住依家咧，我哋見到呢個法國嘅退休改革通過咗啦，亦都改善咗成個政府嘅財政，投資者咧亦都可以多多留意下呢個法國嘅投資機會啦。今日咧，我揾咗 Saxo 去贊助呢段影片。Saxo 係一間丹麥持牌銀行，作為一間歐洲銀行咧，佢哋喺歐洲可以講係一個好全面嘅覆蓋，可以輕鬆喺 Saxo 嘅平台上面買賣唔同嘅歐洲資產，包括股票、債券、外匯同埋期權等等。咁一提到法國好多人咧第一時間就會諗到法國嘅名牌，有咩 LV 有咩 Hermès 仲有 Chanel 袋等等等等。呢個奢侈品咧，其實喺經濟唔好嘅時候咧，表現會比其他好多產業咧都會較好嘅。因為呢啲奢侈品嘅客基本上對經濟週期咧係冇咁敏感，成個行業都唔係太受呢個通脹影響。簡單講句，即係有錢嘅人咧喺經濟衰退期裏面，佢哋嘅購買力咧一樣咁強咁高。
上次呢段影片咧，我就做咗好多有關奢侈品行業嘅分析。咁當時咧有提到 LVMH 嘅股票啦，由上一次影片啊，去到今日咧接近半年嘅時間，都已經升咗18.7%，證明呢個奢侈品嘅產業喺經濟衰退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好好嘅投資價值。除咗奢侈品之外，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咧留意另一個咧法國非常之有競爭力之一嘅產業，就係咧國防產業啦。投資國防產業嘅好處就係咧，呢啲公司嘅大部分嘅收入都係來自一個客戶，就係邊個呢？就係政府。所以好彩咧，呢一個客嘅財力係非常之雄厚啦。就算喺政治同埋經濟唔穩定嘅期間咧，政府嘅國防性開支啊，通常都係一個好穩定嘅增長嘅。根據分析報告指出啦，喺2022年咧，全球嘅軍費開支總額咧，按實際嘅價值計算，增長咗3.7%，已經達到2.24萬億美元嘅歷史新高。而歐洲嘅支出咧，更加係講緊全球增幅最大，上升13%。俄烏戰爭咧，推動咗成個歐洲區域嘅軍費開支，歐洲出現咗30年以嚟最大嘅按年軍費開支增長啦。而法國咧，就係繼美國之後，全球第2大嘅戰機出口國，最有名嘅公司咧，譬如有 Dassault Aviation SA 啦，喺 Saxo 嘅平台裏面咧，大家已經可以睇到一系列嘅公司財務同埋股票嘅資料分析噶啦。除咗睇佢嘅技術圖表分析之外，呢隻股票派幾多利息、股票嘅配息率、市盈率等等嘅資料咧都有。過去3年以嚟，公司嘅收入、淨利潤、資產負債比率、市銷率等等呢啲資料咧都好齊全。不過喺投資國防股嘅時候咧，大家都要留意呢個 ESG 嘅風險啦。國防工業咧其實好少係一個 environmental friendly 嘅行業嚟嘅，佢哋喺碳排放啦同埋能源使用上面咧都係較高啦。而且呢個國防行業咧亦都涉及一啲軍事裝備同埋一啲作戰活動，所以對保護環境同埋環境嘅持續性咧其實係有一個衝突嚟嘅。所以當大家做呢個國防股票嘅估值嘅時候咧，投資者要考慮喺呢方面嘅壓力啦。ESG 嘅評級咧係會對股票嘅估值有影響嘅。我呢段影片咧有講到更多有關 ESG 嘅資料噶啦，你哋可以睇睇。咁好嘅公司咧亦都有好嘅財務比率同埋估值價咧先好入市。所以投資之前咧，大家一定要先做好功課咧先好買入啦。我哋嘅豬豬成為超級投資者必學嘅8大課裏面咧，詳細教咗你點樣做估值模型啦，分析公司嘅各種財務比率啦，同埋年報，好似頭先你哋喺畫面見到嘅唔同嘅比率等等啊。如果你哋想學嘅話咧，其實都喺呢個課程裏面有教導噶啦。為咗幫大家喺投資前咧裝備好自己，如果你哋用下面嘅 Ring is Here 嘅連結咧，開設 Saxo 嘅新嘅投資戶口，並且咧完成一啲指定嘅任務咧 ，Ring 嘅觀眾咧就可以享有呢個獨家嘅美元125蚊嘅優惠碼，等你報讀呢個超級投資課程，即係等於咧享有呢個課程嘅75折啦。等你喺投資之前咧有更紮實嘅投資基礎先去入市。不過都要喺度提一提大家啦，無論你係咪法國居民都好啦，投資法國嘅股票咧，你都要俾呢個30% 嘅 dividend tax 股息稅，同埋30% capital gain tax 資本利得稅。不過咧我就唔係稅務專家啦，為免有啲咩錯漏喺稅務上面，你哋咧最好咧都係同你哋嘅稅務顧問咧查詢一下啦。當然啦，仍然都好多人咧都話啊，佢未預備好投資喎，或者咧覺得市場嘅波動好大，想睇定一啲咧再投資嘅話咧，如果你哋喺 Saxo 嘅投資戶口有多餘嘅資金放喺度，未有投資嘅話咧，單放喺個戶口裏面都可以賺取高達4.27% 年利率嘅現金存款利息。無論你係揸美元又好、英鎊又好、歐羅都好啦，大部分嘅貨幣 Saxo 都可以覆蓋到，即係話就算你淨係揸外幣都可以賺取高息啦。呢一個 Saxo 嘅現金存款利息嘅優惠咧，係冇設定呢個鎖定期，亦都冇最低嘅投資要求同埋存款上限，而且咧係按日計息嘅。今日呢個退休嘅 topic 咧，真係同所有人都係有關係。無論你住喺邊度，隨住呢個人口老年化，其實我哋熟悉嘅舊有嘅退休制度咧，係好難再係長期咁樣維持落去。你都可以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究竟各地嘅政府啊，可以點樣令到佢哋個成個退休金嘅制度咧更加有持續性咧？第一，
增加呢個退休年齡，譬如增加到去67至69歲啊。第二就係增加稅收。第三就係利用科技增加勞動力同埋生產力。第四，如果你諗到其他嘅話咧，都喺下面話俾我聽。好，我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有興趣攞呢個超級豬豬課程嘅75折優惠同埋開些數戶口嘅話咧，可以 click 下面嘅開戶鏈接睇一睇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 click 翻個 long 訂閱啦。下次再見，拜拜。